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的消息。目前，耶伦的行程已经过半。8号下午，他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何立峰表示，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耶伦也在会谈中强调，中美之间加强沟通至关重要。在历经风雨后，中美关系能否从经贸领域实现突破，迎来彩虹？来看报道。8号下午，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并举行会谈。何立峰表示，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面后达成了重要共识，但遗憾的是，其后发生气球风波等事件，导致中美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方面出现一些障碍。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希望美方采取行动，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的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耶伦表示，尽管近期美中关系紧张，但两国去年双边贸易仍创纪录，证明两国企业有充足的空间参与贸易和投资。耶伦指，关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至关重要。This communication can help both sides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to strengthen our economies. 当天上午，耶伦出席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气候圆桌会议。耶伦表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耶伦指，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和能力来引领潮流。法新社表示，在美国正寻求缓和中美紧张局势之际，耶伦特别强调了中美之间能够合作的关键领域，释放了积极信号。去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后，中方暂停了中美间的气候谈判。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有迹象表明气候谈判很快将会重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务院7号宣布，白宫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将于本月16号访华。克里也将成为1个月内第3位访华的美国高官。中美能否携手就气变领域达成共识，实现合作上的突破，成为耶伦中国行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耶伦指，中国可以同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提高对绿色气候基金和气候投资基金等多边气候机构的支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则向美媒表示，他非常期待克里来访，并指耶伦中国行是非常富有成效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耶伦在京期间，北京的气温罕见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也在本周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气温，足以说明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性。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时，双方也提到应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发布的消息稿指，李强表示，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加强合作是中美两国的现实需求和正确选择。双方应通过坦诚交流，就双边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寻求共识，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耶伦也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美国财政部公共事务办公室也发布了耶伦的讲话稿。深圳卫视注意到，耶伦强调他十分赞同李强总理6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所言，差异不应该成为产生隔阂的理由，而恰恰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动力，并表示希望此次访问能带动两国之间更多常态化的沟通渠道。深圳卫视注意到，多家外媒在报道此次会见时，使用美方并非赢家通吃的说法作为标题。Healthy economic competition that is not winner take all, but with a fair set of rules will benefit both of our countries.
《华尔街日报》以此为标题，并指出耶伦承诺美国并不寻求在经济上疏远中国。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指，此次会见是坦诚和建设性的，美方寻求在紧迫的全球挑战方面相互合作，包括宏观经济、气候变化和全球债务等领域。此外，李强在会见中使用彩虹作为比喻，也引发外界热议。李强表示，中美风雨一过，一定会见到更多彩虹。这也呼应了耶伦6号抵达北京时，天空刚好出现的一道彩虹。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李强总理的彩虹论以及耶伦在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去风险，而是说美国寻求多元化，这些都是中美双方释放的温和信号。法新社则认为，耶伦将在北京停留4天，足以证明其对此访的高度重视。虽然调整政策的灵活性较小，但耶伦此访仍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安全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所以呢，耶伦这次来访，等于说是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释放中美两国将会致力于稳定双边关系这样一个信号。上次这个布林肯访华期间也表明美方的态度就是要继续落实两国元首之间的共识，来保持两国经贸还有这个安全还有外交团队之间的这种沟通。我想耶伦此访可以说是在布林肯之后进一步的释放这样一个信号。值得一提的是，耶伦在7号早些时候会见了国务院前副总理刘鹤以及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引述美财政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议持续了1小时15分，比原定时间要长。这名官员称，双方讨论了全球以及中美两国的经济前景。英国卫报指，虽然并不清楚双方具体谈到了哪些内容，但不容置疑的是，中美双方都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即便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博弈激烈，脱钩断链的说法也不绝于耳，但两国在经贸关系上很难摆脱彼此。数据显示，2022年两国贸易连续第3年增长，货物贸易总额达6906亿美元，创历史纪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总额达1513亿美元，同比增长1.2%。报告指出，对华出口贸易支撑了美国多个经济领域，也惠及美国各地民众的生计。另一方面，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仍在继续。7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近期已经在香港展开了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会计审查。知情人士说， PCOB 工作人员此次将检查10多家中国公司。去年12月，相关约200家中国公司同意接受美方调查，以避免从华尔街股票交易所摘牌。彭博社指，此举体现了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并高度缺乏互信。俄新社则称，美财长此访的目的是，美国既要与中国竞争，又要避免削弱自己。观察认为，经过此轮接触，中美能否利用好务实合作的窗口期，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摒弃对华偏见，采取务实、理性、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能因为他近期表露了一系列希望跟中国缓和关系、希望推进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言辞或者行动，就天真的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会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我们仍然要做2手准备。所以我想，近段时间以来，中方的一系列反制措施也是在向美方表明我们一贯的立场，就是你不能一方面跟我们讲合作，另一方面又在背地里搞这个遏制中国、打压中国这样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个对美方来讲也是一种警告或者这个警示。那么我想耶伦此访他的这种迫切的心态，也表明美方已意识到了中方的立场。那么希望通过他这次访问，美方在行动上能够跟上他的言辞，能够在改善中美关系、推动两国合作方面做更多的实事，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